新婚纪念日那天，丈夫的白月光因病去世。当晚，傅云涵割腕自杀，唐征去办理销户手续，工作人员却告诉他：“女士，系统显示您和傅云涵不是夫妻关系，您无法为他办理销户手续。”不可能，我和丈夫傅云涵结婚已经50年了。您的婚姻状态显示未婚，不过傅云涵先生配偶登记栏是沈清音，您认识他吗？唐征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手中的结婚证掉在地上，他盯着电脑屏幕上沈清音3个字，眼前阵阵发黑，手指止不住发抖。唐征和傅云涵是外人眼中公认的恩爱夫妻，只有他知道，他心里始终有深爱之人，而沈清音就是傅云涵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唐征攥着结婚证，浑浑噩噩上了车。车子停在别墅门口，他刚要推门进去，就听见客厅传来儿子与儿媳妇的对话。爸死后唯一遗愿就是跟妈合葬，我已经选好墓地，明日就让他们下葬安息，并对外宣告，沈清英才是父亲名正言顺的妻子。老公，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？再怎么说，傅夫人也照顾爸这么多年，虽然她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但这些年她对你疼爱之极。水杯狠狠砸在地上，儿子充满怒气的声音响起：“别跟我提那个老女人，要不是她当初非要嫁进傅家，我亲生母亲怎么会被傅家人赶出去？她鸠占鹊巢傅夫人位置多年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。”唐征站在门外，整个人如坠冰窖，撕心裂肺的疼痛在胸腔蔓延。原来，不仅结婚证是假的，就连他精心养育的养子，竟然是沈清音和傅云涵的亲生孩子。他苦心经营的50年的婚姻，到头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气急攻心下，他猛吐出一抹鲜血，昏了过去。再睁眼，唐征重生了，回到了23岁。他与傅云涵结婚的第1年，此时此刻，傅云涵一脸怒意看着他：“唐征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娶你为妻，你为什么还要拿情绪侮辱青音？”熟悉的嗓音让他浑身一颤。唐征抬头就撞进他盛满怒意的黑眸，那怒意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。上一世，他知道沈清音的存在后，想拿钱送她出国，斩断他与傅云涵的联系。可转头，他就把事情告诉了傅云涵，让他们爆发激烈的争吵。当时他为了挽救婚姻，一次又一次的道歉服软。现在看来，前世的他真是太傻了。收回脑海中的思绪，唐征抬眼，没有前世的慌乱与辩解，淡淡开口：“放心，以后不会了。”你觉得我会信？唐征，你记住，我可以容忍你做任何事，唯独不要去招惹青音，他是我此生一命要护的人。房门被重重关上，唐征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。上辈子的他真傻啊，竟为了这种人浪费大好年华。如今重活一世，他绝不会重蹈覆辙。翌日清晨，唐征去大使馆申请法国永居证，手续需要10天时间，走完流程。工作人员笑着递回证件，唐征点了点头，拿回证件，走出了大使馆。1年前，唐家的生意全部转入国外，父母也举家搬了过去，只有他为了傅云涵留在京北。如今他想明白了，不属于他的人何必强求。10天后，他会离开傅云涵，开启新的生活。唐征回到别墅，客厅多了2个人。傅云涵坐在沙发上，沈清音将脸埋在他的颈窝，肩膀轻轻发颤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他面目表情转身上楼，身后就传来傅云涵冷漠的声音：“唐征，你站住！”他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青音，因为你要送她离开，吓得几天几夜没睡好觉，去给青音道歉。唐征转身对上他的视线，心脏像是被狠狠砸了一下。他忽然想起2人刚谈恋爱时，他对他事事有回应，就连说话都是温声细语。可沈清音出现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，次次逼他道歉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唐征，不要耍小脾气。我没错，我为什么道歉？沈清音走了过来，他抬起湿漉漉的眼睛，扯了扯他的衣角。云涵，算了吧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，毕竟你和唐小姐才是夫妻。青音，这件事情我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唐征被保镖拖到了10米深的泳池，他还未反应过来，就被傅云涵扣住后颈。傅云涵，你忘记我怕水吗？我没忘，正是知道你怕水，才要惩罚你。他凉薄的话语宛如一把利刃，狠狠插入他的胸口。下一秒，傅云涵手腕猛地用力，将唐征按进了泳池。
口鼻被灌满水，窒息感瞬间漫上来。他想抓住什么，可四肢像被无形的手抓着往下沉。濒临死亡的那一刻，唐征恍惚看到3年前他失足落水，他不顾朋友的劝阻，跳进湖里把他救上来，也看到他在父母面前承诺会一辈子对他好。可现在，他为了沈清音，把他按进了泳池惩罚。意识开始模糊时，唐征被猛地拽出水面，他瘫在池边剧烈咳嗽，水顺着发梢滴落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傅云寒居高临下看了他一眼，唐征，下次再不听话，我会把你沉到池底，没人会捞你。望着两人渐行渐远的身影，他麻木的心泛起阵阵疼痛。唐征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回别墅，路过书房时，他清楚听到沈清音娇柔的嗓音：云寒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？你这样，我根本离不开你了。傻瓜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要对你好，以后我不允许你离开我。唐征浑身血液凝固，夫妻，好一个夫妻啊！唐征回到房间，然后开始收拾。前世的他会精心收藏关于傅云寒的任何东西，他随手写下的笔记，他用过的钢笔，他第一次送给他的手链，还有结婚时他送给他的钻戒和项链。唐征把东西全部打包扔进了垃圾桶，最后一箱扔进垃圾桶，微风吹拂起他的长发。他看着眼前的垃圾，忽然感觉有些可笑。当初视若珍宝的东西，如今一文不知。你丢了什么？闻言，唐征神色平静，扯了扯唇。一些垃圾。傅云寒并未追问，脑海似是想到什么，继续开口。对了，今晚有场慈善酒会，你打扮一下，我们一起出席。前世他和傅云寒结婚后就被评为圈内恩爱夫妻，他在外面一直维持宠妻狂魔的人设，正因如此，他才被蒙骗50年。思及此，唐征压下心底的情绪，冷声道：我不想去。阿张，上午的事是我冲动了，不过今晚的宴会你必须陪我去。他的声调温柔，尾音却带上一丝不容置喙的意味。恰巧此时，他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沈清音娇软的嗓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：云寒，我还想吃城北的栗子酥，你能不能一起买回来呀？好，我去买。傅云寒温柔回应后才挂断电话。他收起手机，抬眼看向唐征：好了，快去上楼打扮一下，晚点我给你带芒果蛋糕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唐征忽地扯唇一笑，内心一片荒凉。原来他都忘记他对芒果严重过敏。不过他不会难过了，因为他对他的爱意在渐渐消散。酒会设在京北最顶级的酒店，唐征被傅云寒搀扶下车，他对他的温柔体贴引得周围议论纷纷。天哪，傅总对太太真温柔，宠妻狂魔称号名不虚传啊。谁说不是呢？下午我看傅总亲自开车去城北，给傅太太排队买栗子酥，羡慕死了。傅太太能嫁给傅总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听到周围的艳羡声，唐征的内心毫无波澜。他刚坐下，下腹就传来一阵抽痛。傅云寒察觉到他的异样，赶忙体贴询问：怎么了？是不是经期来了？感受到身下的暖流，唐征脸色惨白的点点头。他有很严重的宫寒，每月来经期都是一场折磨。而今天，他被按在冰凉的泳池，导致腹痛愈发严重。闻言，傅云寒脱下外套盖在他的小腹，随后又打电话给管家，让他送生理用品和新的礼服。慈善酒会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傅云寒婉拒一切商业洽谈，细心陪伴在唐征身边，时不时为他揉肚子，还亲自给他接热水。望着他这副温柔的模样，唐征有一瞬间的恍神，脑海如走马观花闪过以前的记忆。曾经的他会在他生病时彻夜陪伴在侧，也会在他无助时在身边细心安慰。傅总，您要的东西送来了。熟悉的嗓音拉回唐征的思绪，抬头就看到浑身湿透的沈清音。傅云寒的脸色骤然一变，他接过他手中的纸袋，立马将盖在唐征小腹的外套披在沈清音身上。我不是让张管家送的吗？谁让你过来了？张管家出门不小心崴了脚，我怕唐小姐着急用，就自己送过来了。只是没想到外面会突然下起暴雨。他失控的举动引来不少宾客的注目。傅云寒压下情绪，温柔将纸袋递给唐征，不再看沈清音。阿张，我陪你一起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唐征冷声拒绝。唐征接过东西，径直走向卫生间。
等她换好裙子出来，傅云寒已经在卫生间门口等待。他眉眼温柔，牵住她的手走向会场。阿正，和我一起跳开场舞好不好？唐征不想因为自己的私事被议论，看到傅云寒邀舞时，只能将手放进他手掌中。水晶灯的灯光照射在两人的身上，傅云寒的右手搭在他的腰上，她的裙摆随着旋转缓缓绽开。他们默契的舞步引得周围掌声连连。先生，你放开我！一道尖锐的哭喊声打乱了傅云寒的舞步。唐征循声望去，就看到沈清音被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压在墙上索吻，她的裙摆被高高推起，眼中噙着泪水，很是可怜。她清楚感受到傅云寒身上散发的不悦。下一秒，傅云寒甩开唐征，直直朝沈清音跑去。他将醉汉一拳打倒在地，随即将沈清音紧紧搂在怀里安慰。他甩开的力道很重，唐征不受控制往后仰去，他踉跄几步，最后狼狈摔在地上。霎时音乐声戛然而止，周围的议论声不绝于耳。不是说傅总最宠妻了吗？怎么今日为了外人不顾妻子的安危啊？爱什么啊？我看一切都是做戏。傅夫人好可怜啊，当场被甩了面子。可怜什么？还是她没能力笼络住老公。唐征默默听着这一切，千疮百孔的心再也掀不起波澜。他忍痛从舞池站起来，就听到周围一阵骚动。他抬头就看到头顶巨大的水晶吊灯猛地坠落，唐征躲闪不及，被吊灯狠狠砸中，彻骨的疼痛席卷全身。吊灯碎片扎进皮肤，鲜血喷涌而出，他眼前阵阵发黑。意识模糊前，唐征看到傅云寒一脸焦急，抱着沈清音离开酒会。从始至终，他的眼神从未看向场内奄奄一息的他。唐征醒来时已经在医院了。唐征望着天花板，就听到门外传来沈清音抽泣的声音。都怪我不好，要不是我出现意外，唐小姐也不会被吊灯砸中。云寒，你狠狠惩罚我吧。透过病房窗户，他清楚看到傅云寒温柔为他擦去眼泪。青衣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况且阿征受的都是皮外伤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这件事情我会处理，你不用自责。唐征呼吸骤然一滞，手指不自觉地攥紧，他肩胛骨缝了10针，结果到他嘴里就是皮外伤。傅云寒，你究竟有没有心啊？傅云寒推开病房走了进来，见他醒来，他快步向前，握住他的手，眉眼罕见的温柔。阿正，昨晚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伤住院，这几天我会在医院照顾你。他说这句话仿佛给了他天大的赏赐，可惜他不需要。出去，我累了。这5天，傅云寒放下工作，一直在医院陪护。他每天给他带饭，陪他复查，甚至在护士换药时，会体贴握住他的双手。若换做前世，他会感动得稀里哗啦。可现在，他只觉得恶心。出院回到家，唐征就被沈清英拦住了去路。阿征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害你受伤住院，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你喝点好不好？唐征不想和他有接触，摇头拒绝后转身上楼。阿征姐姐，你是不想原谅我吗？一旁的傅云寒见此，眉头微蹙，端着鸡汤走到他面前。阿征，这是青音特意为你熬的，喝掉。看到他眼中的威胁，唐征垂在两侧的双手骤然紧握。傅云寒，我说了，我不想喝。阿征乖一点，喝掉。他很清楚，今天这碗鸡汤他不喝，傅云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深吸一口气，唐征端起鸡汤一口气喝完。这下满意了。将空碗递回傅云寒手中，唐征抬跨步上楼休息。晚上，他是被一阵细密的痒意弄醒的。唐征难受地捂住胸口，他打开卧室灯，才发现自己的手臂上全是红疹，这是他过敏才会有的症状。可他今天并没有吃芒果。他呼吸愈发急促，脑海想起沈清音熬的那碗鸡汤。下一秒，唐征起身下楼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质问：沈清音，你在鸡汤里放了什么？沈清音，你在鸡汤里放了什么？没放什么呀，鸡汤里我又加了点芒果汁调味，是不是很好喝？沈清音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阿征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真的弄疼我了。突然，一道冰冷的声调从门口传来：唐征，
你住手！唐征，青音好心好意为你熬汤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唐征掀开袖子，露出一大片红疹。傅云寒，你看清楚，他在鸡汤里加了芒果汁，害我过敏，难道我不该质问吗？青音又不知道你芒果过敏，你吃点过敏药不就行吗？再说了，你明知道自己体质特殊，喝之前不知道问一下吗？他冷漠指责的话语宛如一把利刃，狠狠插进他的胸口。傅云寒送我去医院，我真的好难受。傅云寒闻言，从一旁的药柜拿出过敏药扔到他面前，声调冷硬：别装了，过敏去什么医院？吃点过敏药就行。唐征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看着傅云寒牵着沈清音上楼，心彻底凉了。他撑起最后的力气，吞下2片过敏药，最后重重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唐征被地板冷气冻醒，他艰难从地上爬起来，外面天已经黑了。见身上的红疹渐渐消退，唐征跌跌撞撞往楼上走去。云寒，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？我的青音穿什么都好看。他声调温柔，与刚才的冷漠判若两人。唐征讥讽一笑，抬脚走进客房。他在家休养了3天，红疹才全部消退。隔天一早，唐征是被掐醒的。说，青音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放开我。唐征，你不要再装了，除了你还有谁会绑架她？青音只是不小心让你过敏，你有必要如此狠毒绑架一个弱女子吗？望着他凉薄的眸子，唐征心脏狠狠一震，他甚至都不去查证，就认准是他绑架了沈清音。我没有绑架他，至于他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。唐征，你真是个毒妇，事到如今还在狡辩，我会让你知道嘴硬的下场。他猛地甩开他，看向他的眼神刺骨冰凉。唐征被关进了密室，他被保镖死死按住肩膀，嘴里塞上布条，整个人动弹不得。下一秒，第1鞭带着破空的声响落下来，唐征疼得蜷缩起身子，冷汗浸湿后背。他还未缓过来，第2鞭带着劲风落下，唐征眼前一黑，彻骨的疼痛席卷全身，鞭子一鞭又一鞭落下，唐征整整被打了10鞭。等松绑时，鲜血浸湿了衣衫。他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望着傅云寒冷漠的眉眼，麻木的心泛起阵阵疼痛。傅云寒，你可真狠啊！唐征醒来时，就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夫人，您后背的伤，医生已经处理好了。先生这几天有公事，特意让我来照顾您。佣人的话传入耳畔，唐征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处理公事？他怕不是在陪沈清音吧？后背的伤势严重，唐征在医院住了5天。这5天，傅云寒从未出现。不过，他刷到了沈清音的朋友圈。这几天，他们一起去了海边，去了游乐园。他们在日落下拥抱，像极了一对璧人。刚走进别墅，他就被沈清音拦住了去路。唐征，我怀孕了，是我和云寒的孩子。他抚着平坦的小腹，眼中满是炫耀和得意。经历过前世的种种，唐征对于她怀孕的消息并不惊讶。他很想看看，这次没有她的存在，傅云寒和沈清音会把孩子教养成什么样子。那恭喜你了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先上楼了。看着他平静如水的模样，沈清音一怔，完全没想到他会是这种反应。唐征，你要点脸吧，当初云寒是被迫娶你，他根本就不喜欢你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和云寒的结婚证是假的，当初他为了挽留我，偷偷与我领了证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。而你只是占了傅太太头衔的小三，如今我有了孩子，你要是识相一点，就趁早离开。沈清音不想自己的孩子出生后被冠上私生子的头衔，这才把结婚证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她想以此逼迫唐征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汽车引擎声由远及近的传来，是傅云寒回来了。沈清音计上心头，她勾勾唇，直直朝一旁的桌角撞去，随即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哭喊：啊，我的肚子好疼！大门被猛地推开，傅云寒一脸焦急冲了进来。青音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被伤到？云寒，刚刚阿征姐姐一气之下推了我一下，我现在肚子好疼，你说咱们的孩子会不会出事？我好害怕。他将人抱在怀里，随即目光阴沉地看向唐征。唐征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推他。别墅就你们2人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难不成青音会自己撞上去？
怒意涌上心头，傅云寒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，小腹被一股蛮力撞中，唐征疼得弓起身子，一阵阵痉挛让他眼前发黑。他趴在地上，清楚看到沈清音垂在臂弯外的手微微抬起，竖起中指，是在炫耀，也是在挑衅。唐征勾起一抹冷笑，内心早已麻木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小腹的疼痛才渐渐消退。这时候，他接到大使馆打来的电话：“王小姐，您的法国永居证批下来了。”工作人员的声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。唐征眼中闪烁着激动，这是他最近听到唯一的好消息。他终于可以离开了。挂断电话，唐征忍痛起身回房间收拾东西。他的东西并不多，只有一个行李箱。收拾完，他从保险柜拿出那本假的结婚证翻看。唐征这才发现，这本结婚证真的很粗糙，上面连钢印都没有。可他却被欺骗了那么久，重重吐出一口气。唐征毫不犹豫撕碎了结婚证，转身离开别墅。机场人来人往，唐征拿着机票快步走进登机口。飞机起飞前，他刷到沈清音发的朋友圈：“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有你在，我和宝宝都很安心。”唐征关掉手机，注销掉所有社交软件后，他猛地折断手机卡，扔进垃圾桶。傅云寒，我们之间结束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也不见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沈清音肚子里的孩子并无大碍，也没有先兆流产的迹象。云寒，今天幸好你回来及时，要不然我和宝宝凶多吉少，我真的太害怕了。青音别怕，你出院之前我会让唐征去郊外公寓住一段时间，以后不会有人伤害你和宝宝了。云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唐征才是你名义上的妻子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傅云寒堵住了唇。青音，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，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，绝对让我们的宝宝平安出生。安抚好沈清音，傅云寒匆匆回到别墅，准备和唐征商量去郊外公寓小住的事情。这是他眼下能想到最好的办法。虽然有些委屈了唐征，但以后他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。唐征，傅云寒的呼唤声响彻客厅，却没人应答。他眉头微蹙，抬脚走上2楼，推开他居住的房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空荡，衣柜和化妆台再无任何东西。当初他亲自悬挂在墙上的婚纱照也不见了踪影。傅云寒心中涌出一抹不好的预感。他快步走进房间，就看到垃圾桶里那本被撕碎的结婚证。他掏出手机拨打唐征的电话，听筒却一直重复机械的女声：“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”傅云寒眉头紧蹙，眼神余光扫到桌上放着一封信。傅云寒，你的结婚证造得太假了，我们之间结束了，再也不见。唐征走了，这个认知回旋在脑海中。傅云寒只觉得心脏被人狠狠剜去了一块，疼得他快要不能呼吸。他的呼吸发紧，握住信封的手阵阵发颤。好一会儿，他回过神，忙不迭拨通助理的电话，语气冷硬：“10分钟，给我查唐征在哪里。”好的，副总。电话挂断后，傅云寒跌坐在床边。这个房间还残留他的味道，可他却不见了踪影。当初他是被父母逼迫娶唐征为妻，那时候他年纪轻，心气高，不想自己的婚事受旁人摆布，就想起偷天换柱的办法，与他领了假证，被日后跟他坦白，放彼此自由。可是结婚后，唐征的贴心照顾和温柔让他沉沦，他将假证的事情隐藏下去，私心想一边享受唐征的照顾，一边与沈清音恩爱相守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唐征竟然会发现，还干脆的离开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望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傅云寒难受不已。唐征，你好狠的心，竟然一声不吭就离开。傅云寒在房间待了很久，直到沈清音的电话打来，他才浑浑噩噩地放下酒瓶，回过神：“云寒，你什么时候过来陪我？我自己一个人待在病房，好害怕。”马上到。挂断电话不久，紧闭的房间门被人推开，是他的贴身助理走了进来。副总，我没有找到夫人的下落，应该是故意隐藏起来了。此话一出，傅云寒薄唇紧抿，黑眸迸发出冷意。继续找，挖掘3尺，也要找到唐征的下落。撂下这话后，傅云寒离开了别墅。因为生气，在去往医院的路上，他将油门踩到底，好似想以此发泄心中的怒气。原本15分钟的路程，只用了1半的时间。推门走进病房，
傅云涵就被沈清音紧紧抱住。云涵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今晚不会来陪我了呢。对了，你和阿征姐姐谈得如何？她有没有答应？听他提起唐征，傅云涵冷硬的眸光一震。唐征走了。走了？她去哪里了？深吸一口气，傅云涵扶着他坐在沙发上，柔声解释：唐征知道假结婚证的事情吗？他把结婚证撕掉离开了，我找不到他的下落，也没有任何线索。此话一出，沈清音眼中闪过惊喜，但余光扫到他脸上的落寞，沈清音立马装出一副愧疚的神色。都怪我，要是我不出现，阿征姐也不会发现结婚证是假的，是我让你们的感情出现了缝隙。傅云涵低头看到他眼中闪烁的泪花，他伸手将人紧紧搂在怀里。青音，这件事情不怪你，既然他想离开就离开，傅家少夫人的位置又不是非他不可。等你出院以后，我就告知晋北豪门圈，你才是名正言顺的傅夫人。云涵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沈清音眸中闪烁着激动，她虽然与傅云涵领了结婚证，但一直是见不得光的存在。如今唐征识相离开，那她就是名正言顺的傅家少夫人，日后她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也不再是私生子了。当然是真的。云涵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和宝宝，成为你合格的妻子。傅云涵看到沈清音如此兴奋，心中并没有开心，相反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。深夜，云涵躺在病床上，脑海满是唐征的影子。他与他初见是在2年前的一场宴会，那时候阳光明媚的他拦住他的去路。傅先生，你那么帅，我能不能追你啊？傅云涵从未见过如此胆大的女子，直接冷声拒绝。可他非但不生气，还每天变着花样与他装偶遇，甚至还专门为他做饭送到公司。他追了他整整1年，后来公司遭遇危机，父母为了资金能正常运转，逼迫自己娶了她。也是从那之后，他对她的好感骤降。后来沈清音回国，他赌气之余偷偷和沈清音领证。如今傅云涵竟有些后悔当初冒进的做法。沈清音在医院住了3天，就迫不及待出院。为此，傅云涵欣然答应。他也在出院后第一时间为沈清音扶正了名分，让她成为真正的傅夫人。得知他这个举动，沈清音激动不已，而她的神色却始终淡淡。为了沈清音肚子里孩子的安全，傅云涵没与她睡在一个房间，而是睡在唐征以前的房间。他躺在床上，手指却在疯狂滑动手机屏幕。距离公布沈清音的事情已1天，唐征为什么还不联系他？以前的他最是善妒，绝不允许有别的女人在他身边，会在社交平台疯狂倾诉。可这次他毫无动静，是真的铁了心不想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紧闭的房门被人推开，打乱了傅云涵纷乱的思绪。他循声望去，就看到沈清音委屈巴巴走了进来。云涵，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，你能过去陪我和宝宝吗？抬眸看到他这副模样，傅云涵犹豫半晌后，起身下床走到他身边。好，我陪你。云涵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两人一起牵手走进主卧，沈清音靠在他的怀里，柔弱无骨的手往他衣服里探去，双眸媚眼如丝。云涵，我们好久没有亲热了，今晚我们……他话没说完，傅云涵却明白他的意思。青音，你现在怀着孩子，不可以的。云涵，没关系的，只要轻一点，我们的宝宝没事的。他低吼一声，主动扣住他的后脑勺，加重这个吻。见他迟迟没动作，他主动吻上他的薄唇，双手搭在他的肩上。瞬间，房间暧昧，气氛骤深。他顺手将窗帘拉了起来，傅云涵一手扶着他的腰，一手扯掉他身上的睡衣。他的吻落在他的锁骨，再渐渐往下。沈清音被吻得欲求不满，双腿死死夹住他的脊背。阿征，傅云涵无意识的低喃，他的低喃让沈清音意乱情迷的双眸变得清明。他身子一僵，抬手把他推了出去，泪眼朦胧地看着他。云涵，你刚刚在喊谁？这一刻，傅云涵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刚刚和沈清音接吻时，他脑海浮现的是唐征柔软的腰肢和饱满的唇，他不受控制地被他吸引沉沦。云涵翻身从床上下来，背对他开口：没什么，你听错了，先休息吧。傅云涵，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还想着唐征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青音，刚刚真的是你听错了，
唐征已经走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他了。今晚我累了，还是先回次卧了。你早点睡吧。话音落下，傅云寒扶开他的手，匆匆离开了主卧。不过他离开的身影有一些慌乱。沈清音坐在床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在床上喊出唐征的名字。他就那么舍不得他吗？就连情动时也忘不掉他。因为这个插曲，沈清音翻来覆去一晚上睡不着觉，心中也做了一个决定：唐征这个祸害绝对不能留在世上。思及此，他拨通了一个电话。自从那晚的事情发生后，傅云寒就出差了。这期间，沈清音每天都会给他发消息，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想到他肚子里的孩子，傅云寒将出差时间压缩在3天，签完合同后直接返回京北。为了弥补那晚的事情，他特意去商场买了他喜欢的珠宝。等折返到家，傅云寒就听到沈清音冷漠狠厉的嗓音：再给你3天时间，必须找到唐征的下落，杀掉他。傅云寒想起唐征一次又一次辩解，他没有绑架，可他非但不听，还找人打了他10鞭。想到之前他做的种种，悔恨的情绪如潮水般袭来，内心裹挟着怒意。傅云寒眼神冰冷，走进了客厅。沈清音看到他出现的瞬间，脸上绽放出笑容。云寒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和宝宝都想死你了。待会儿我亲自下厨给你做饭好不好？低头看到他这副温柔的模样，傅云寒冷笑一声，右手狠狠掐住他的脖颈。云寒，你先放开我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闻言，傅云寒手上的力道再次加重。沈清音，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竟会被你这个毒妇迷了心智。沈清音唇角一颤，眼神闪过一抹慌乱。沈清音被掐得喘不过气来，就在意识渐渐模糊时，傅云寒将她甩到地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沈清音，明天去办理离婚。不，云寒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下一秒，他死死拉住她的裤脚，声音尖锐：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，你不能跟我离婚，我不同意。云寒，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爱你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就不做了，求你不要抛弃我。我跟了你那么多年，你怎么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和我离婚？你想想我肚子里的孩子好不好？他的苦苦哀求让傅云寒脚步一顿。沈清音，我喜欢的一直是以前温柔善良的你，可现在你一次又一次陷害唐征，让我责罚他。如今他离开了，你还要继续痛下杀手，你这副恶毒的模样很让我陌生。离婚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。话音落下，傅云寒转身上楼，沈清音跌坐在地，望着他远走的背影，眼中的哀求可怜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恶毒。沈清音右手抚在小腹，内心暗暗做下了决定，他唯一的筹码就是这个孩子了。回到书房，傅云寒就让秘书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念在他跟他那么多年，现在还怀着孩子的份上，他将京北市中心2套房产全部转到沈清音名下，除去每月的抚养费，他还会给他1000万作为离婚补偿。背靠在办公椅上，傅云寒闭上眼，脑海再次浮现唐征的模样。他忘不掉他眉眼弯弯的模样，也忘不掉他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的模样，更忘不掉他受了鞭刑后狼狈趴在地上，带着讥讽的目光。这一幕幕在脑海闪现，傅云寒心疼到不能呼吸，一滴清泪从眼角滑落。但凡他以前不那么无条件相信沈清音，是不是他就不会离开了？都怪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书房的寂静。傅云寒睁开眼，看到是助理打来的电话，他抬手划过接听键，一接通，助理恭敬的嗓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：副总，我已经派人把京北和周边城市都找了一遍，但依旧没有夫人的踪迹。为了能够找到唐征，他派出很多人手，但无一例外都没有他的任何踪迹。唐征这个活生生的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。傅云寒起身走到窗前，向来挺拔的脊背在此刻弯了下来，声调低哑：继续加派人手找，国内找不到就去国外找。挂断电话后，他眼神扫到墙上的婚纱照。刚结婚时，唐征把每个房间都挂上了婚纱照，就连他的书房也不例外。但没想到，如今这张婚纱照是他唯一能睹物思人的东西了。婚纱照上，唐征身穿一袭白纱，挎住他的手臂，他的眉眼弯弯，俨然一副幸福的模样。阿张，你究竟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
一日清晨，傅云涵刚出门就被匆匆赶来的父母拦住了去路。傅云涵，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是不想让你铸成大错。傅云涵，我知道当初逼你娶唐征你不愿意，如今你另娶沈清音，我也没有反对。这才过了几天，又要离婚。我告诉你，清音现在怀了傅家的孩子，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婚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傅云涵瞬间明白，这件事情是沈清音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我的事情不劳烦母亲做主了，这婚我离定了。傅云涵，我做的决定容不得你反对。我已经把清英接回傅家老宅休养，整个京北也不敢有人受理你们的离婚手续。这一刻，傅云涵积压许久的情绪彻底爆发。母亲，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喜怒哀乐？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一次？听到他的质问，父母眉头微蹙。我这些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小时候你不顾我的喜好，给我报了那么多我不喜欢的辅导班，填写志愿你不顾我的请求，改了我的志愿。后来为了傅家能够屹立于京北，你又逼我娶了唐征。现在我想离婚你也拒绝，你所做的这些根本不是为了我，你只是为了傅家的荣誉。傅云涵的一字一句宛如淬了毒的针，狠狠扎进父母的心中。父母闭了闭眼，将解释的话咽了回去。云涵，我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无论你怎么说，这件事情不会有转圜的余地。他这一生都活在别人的控制下，就连自己的婚姻也做不了主，多么可笑啊！有了父母庇护，沈清音安心在傅家老宅住下养胎。今天是傅家的家宴，从前傅云涵是不会来参加的，可今天他破例过来了。客厅里的叔婶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出声调侃：看看云涵有多心疼妻子，这怀孕后不仅来参加家宴了，还那么贴心。是啊是啊，云涵这下真是娶到真爱了。傅云涵，我现在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要是动我一下，傅夫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危机时刻，他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搬出父母威胁。沈清音，你不会以为他能压住我吧？不然呢？现在京北没有任何一家民政局敢接受我们的离婚手续，你这辈子的妻子只能是我了。云涵，我如今做到这一步都是你逼我的。我已经不让人追杀唐征了，我就做了这一件错事，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一次又一次把我逼上绝境。他不明白，当初他们浓烈真挚的爱意，为什么会在唐征离开后变成这样了？因为你变了，沈清音，我喜欢的是以前的你，现在的你只让我感到恶心。恶心？他竟然觉得我恶心？可他陷害诬陷唐征，也只是为了得到他的心。傅云涵，既然你那么讨厌我，那我们纠缠一辈子吧。你疯了？当你在床上喊出唐征名字的时候，我就疯了。傅云涵，这辈子我们不死不休，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去找唐征的。他和傅云涵相爱那么多年，即便他不承认，他也看出来他早在潜移默化下喜欢上了唐征。沈清音，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沈清音跌坐在床上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后悔吗？他不后悔。既然他已经得不到傅云涵的心，那傅家少夫人的位置他势必要坐稳。他付出那么多年的陪伴、爱和权力，总要得到一个。离开傅家老宅，傅云涵猛踩油门回到别墅。他跌跌撞撞走进书房，眼神痴痴看着墙上的婚纱照，一滴清泪不受控制落下。从今以后，他要和讨厌的人痴缠一辈子，而唐征却永久消失在他的生活。一想到这里，傅云涵心痛到不能呼吸。终其一生，他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这就是报应吗？5年后，唐征拖着行李箱，透过玻璃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思绪忽地走远。时隔5年，京北变了很多，他也变了很多。在法国的5年，他潜心学习经商。在父亲去世后，他成功接手唐家所有产业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家掌权人，手握海外全部业务。因为是女子，刚上任时她被算计，被刁难，不过所有难题她都迎刃而解，手段雷厉风行。如今再也没有人敢与她作对。
今天他重新回到京北，是因为唐家要和沈家谈一场合作。这场合作是今年最大的项目，在和高管几番研究后，还是想让他前来洽谈。可转念想到合作，他犹豫一番，还是答应下来。毕竟他和傅云寒之间的事情早已成为往事，就算碰面又有何惧？唐征划过接听键，听筒那边传来一道温柔的男声：“珍珍，到京北了吗？刚下飞机，待会就打车去酒店。好，那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就去找你，你也不要太累了，注意休息，知道吗？”好，都听你的。在法国的5年，他不仅事业蒸蒸日上，也遇到了真正的爱人。那时候他被其他合作方一味打压，他们看不起他，认为她是个女子，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场合，纷纷斥责她是个不遵礼教规矩的女子。就是这个时候，裴旭是唯一站出来维护她的人。各位董事，我们今日相聚在这里是为了合作共赢，而你们一味以大男子主义自居，不停打压如此优秀的女性，你们是想干什么？他的话掷地有声，让在场的人瞬间沉默。也是从那之后，他和裴旭有了交集，经常会一起商量合作事宜，一起吃晚饭。他们三观一致，有着同样的目标去奔赴。他的能力很强，会一针见血指出他方案中的错误。有他在身边，唐征就会很安心。相识第6个月，裴旭就和他表白，此后恋爱水到渠成。他曾经认为自己会孤独终老，在遇到裴旭之后，唐征才明白，舍弃烂人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，而裴旭就是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礼物。收回飘远的思绪，唐征转身离开了机场，直奔酒店休息，准备明日洽谈的方案和项目书。在得知他要回京北后，裴旭就为他偷偷安排好了一切。这5年，他凭借自己的头脑，让傅氏集团成为京北的龙头企业，想合作的公司络绎不绝。即使他到了今日地位，傅云寒心中还是有遗憾。一道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他飘远的思绪。傅云寒看到电话，眉头紧紧蹙起，黑眸中闪过一丝烦躁。这5年，沈清音仗着有父母的庇护，一而再再而三强迫他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。深吸一口气，傅云寒压下心底的不悦，抬手划过接听键：“云寒，今晚你回老宅陪陪宁宁好不好？这几天儿子一直很想你，他现在才4岁，真的很需要父亲的陪伴。我把此事告诉母亲，母亲也说让你回来，今晚还会做你爱吃的菜呢。”听他提起父母，傅云寒拒绝的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。他很清楚，今天知道他不回去，明天父母就会出现在公司斥责他。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他再也没了工作的心思。傅云寒拿起桌上他与唐征的合照，眸中的思念情绪倾泻而出。傅云寒回到老宅，就看到傅许宁在拼命拉拽佣人的头发，嘴里还在叫嚣：“你这个坏人，我都说不吃青菜，你为什么还要放青菜？我打死你！”傅许宁，住手！下一秒，傅云寒快步向前扣住他的手腕，将佣人护在身后，声调满是斥责：“傅许宁，是谁教你这样的？他虽然是下人，但不是被你欺负的工具人。抱歉。”傅许宁才4岁，在看到父亲阴沉的脸色后，瞬间哇哇大哭起来。他的哭声引来了沈清音。沈清音看到楼下这一幕，赶忙将傅许宁护在身后：“云寒，你怎么一回来就训斥宁宁？他还小，做错了事情，你和他好好说，不要吓唬他，行不行？”沈清音，你看看你把他惯成什么样子了，小小年纪就打人骂人，你作为母亲就是这样教养孩子的吗？闻言，沈清音这才看到傅云寒身后的佣人，他头发被薅掉了很多，脸上挂着泪珠。他一个佣人，宁宁拽几下头发又怎么了？又没伤到其他地方。他的嗓音充满漠不关心，好似佣人的生死在他眼中不值一提。这一刻，傅云寒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上前将傅许宁拽到自己身边，冷漠吩咐：“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从今以后宁宁的教养由我来管，她今天就跟我离开老宅。”沈清音瞳孔猛地紧缩：“云寒不行，宁宁是我的儿子，从小就离不开我，你不能带走他。”自从傅许宁出生后，沈清音才觉得自己有了依靠。对于他的照顾，他从来不假手于人。如今傅云寒要带走他的性命，就像是在要他的命。这件事情容不得你拒绝，你把孩子教养成这样，就是你的失职，我不能让你继续错下去了。
他虽然厌恶沈清音，但宁宁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不能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如此教养，这样长久下去，他就彻底废掉了。你们又在吵什么？父母回到家就看到两人争吵的画面，他最宝贵的孙子还在大哭。下一秒，他快步跑到父母身边，嗓音哽咽：“母亲，您快劝劝云寒吧。宁宁只不过扯了佣人头发，他就要带宁宁离开老宅。宁宁还小，不能没有妈妈在身边照顾啊。”沈清音的哭诉让父母眉头紧蹙。云寒，宁宁才4岁，你以前也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。云寒，宁宁才4岁，你以前也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。如果你真觉得在老宅会影响宁宁，我同意你带她走。不过青音作为宁宁的亲生母亲，也要一并前去。父母不想他们夫妻离心，他眼神一转，就想利用这次让两人重新住在一起，重新培养感情。闻言，傅云寒脸色愈发阴沉，垂在两侧的双手骤然紧握。妈，你为什么又要逼我？他只是不想让宁宁误入歧途，结果还要被逼。云寒，我没有在逼你，我这是在为宁宁考虑。孩子的成长却少不了母亲的陪伴，你要想带孩子离开，就必须带青音一起，要不然宁宁就继续留在老宅。他话语严肃，不容许他拒绝。如果傅云寒能松口让他们回到别墅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沈清音一直乖乖站在父母身边，她也想陪在傅云寒身边，毕竟他们是夫妻，总不能一直分居。况且宁宁也不能没有父亲的陪伴。时间一点一滴过去，傅云寒松开宁宁的手，转身上了楼，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回应。妈，云寒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他是在思考，不要着急，我先带宁宁回屋。父母不在乎傅云寒的感受，抱着宁宁就去了房间玩耍。客厅恢复安静，沈清音这才转身看向哭啼啼的佣人，他眼神锐利，像是淬了毒的刀子。下一秒，他抬手一巴掌扇在佣人的脸上，这一巴掌他用了十足的力气，佣人直接被扇倒地上，眼前阵阵发黑。贱人，都是因为你我儿子才哭得那么惨。他不过拽了你的头发，你哭啼啼给谁看？是想以此爬床吗？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。夫人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。佣人哭着解释，却换来沈清音的拳打脚踢。慢慢的，佣人的求救声越来越弱，他这才停下了动作。下次再让我碰到你哭哭啼啼，你就不用活在这个世上了。他冰冷的声音落下，佣人被吓得哆嗦，眼神中满是恐惧。夫人您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安分干活。闻言，沈清音这才满意转身上楼。翌日清晨，沈清音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。她打开门，就看到傅云寒站在门前。云寒，怎么早你怎么过来了？傅云寒躲过他的触碰，语气冷漠道：为了宁宁以后的教育，我同意你一起前去。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再无事生非，做出令我讨厌的事情。他虽然不想和沈清音再扯上任何关系，但为了傅许宁的未来考虑，他只能同意父母的要求。他看得出来，如果让儿子继续待在老宅生活，那他就彻底废了。云寒，你放心，以前是我冲动了，我以后只听你的话，你不希望我做的事我绝对不做，我就守着你和儿子好好过日子。收拾一下，跟我回去。回别墅的路上，他们三人一起坐在后座。这5年，傅云寒忙于工作，父子关系疏离。宁宁，你不是经常想爸爸吗？我们以后就跟爸爸一起生活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从今天起，你和宁宁住在2楼主卧，我会安排老师教宁宁学习，各种兴趣班也要同步跟上。云寒，宁宁现在才4岁，学那么多会不会太费脑子了？要不然我们等宁宁大一些。沈清音，如果你拒绝我的安排，那你现在就离开。云寒，你别生气，我刚刚说错话了。宁宁的学习都听你的安排。妈妈，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要回老宅。傅许宁在老宅是小霸王，现在来到这里，他不仅没了朋友，还要学习，他不愿意。宁宁，这里才是我们的家，爸爸为你安排的亦都是为了你的以后，你要听话一点，不要惹爸爸生气好吗？你这个坏女人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
我要去找奶奶。沈清音无奈摇摇头，她转身看了眼别墅，陈设还是和5年前一样，家里也没有佣人和保姆。见此，她眼中闪过一丝满意。为了这次合作，她复盘了很多次项目书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走进审室，唐征在秘书的带领下来到会客室。唐总，请您稍作等一下，沈总正在忙，忙完就过来。好的，不急。会客室的房门被关上，他等了10分钟，沈景洲才走了进来。唐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身后传来沉稳的嗓音。没事，沈总，我也没等多久。会客室内，两人相对而坐。唐总，你这个项目书看过了，项目不错，不过我觉得前期投资有点多，所以有些犹豫。如果唐总愿意多让利给我，这次合作一定能行。对于他的刁难，唐征早就想到了。沈总，这个项目不管对你还是对我，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如今这利润我已经给的够多了。经过半小时的唇枪舌战，唐征拿下了这个项目。走出会客室，他掏出手机，又要和裴旭分享这个好消息。电话还未打通，他的右肩被狠狠一撞，唐征没站稳，整个人往地上栽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强有力的臂膀拦住他的腰，使他没有摔倒在地。没事吧？耳畔传来询问，唐征摇了摇头。没事，先生，刚才真是太谢谢。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就与眼前人对上视线。瞬间，唐征瞳孔猛地紧缩。设想过会碰见傅云寒，但没想到会是在今天，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唐征回过神，转身就要离开，却被傅云寒死死扣住手腕。阿征，真的是你吗？傅云寒今日来审视，是为了傅许宁的学业前来找老师。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唐征，他心心念念5年的人，5年的时间他变了很多，脸上再也没有当初的青涩，取而代之是成熟。傅云寒，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自重，放开我。说完，唐征想要甩开他的手，但男女力量悬殊，他根本不是傅云寒的对手。下一秒，他就被他紧紧搂在怀里。阿征，你知不知道这5年我有多想你？我找了你整整5年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走后，我无数个夜晚都睡不着觉，我一心只想找到你。还好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次不要离开我了，好不好？听到他话中的激动，唐征扯唇低笑了声。傅云寒，你在装什么深情？